签了吧，老城区那套80平的旧房子给你，每个月再给你3000块，够你日常开销了。明成哥，我就说姐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嘛。20年，整整20年啊！我陪你从一穷二白到如今身家100亿，最后换来一套老破小和3000块。顾明成，你好样！嫂子，哦不对，以后该叫陈女士了。明成说公司接下来要全面转型做直播电商了。你以前维护的那些太太圈的人际关系，喝喝茶、打打牌那一套，在这个流量时代早就过时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你也别怪明常狠心。别磨蹭了，你要是觉得钱少，我们可以再谈加一点。但公司的事儿，你别想碰一根手指头。那是我顾明成自己白手起家，一刀一掌打下来的江山，跟你这个家庭主妇没有半点关系。早就该离了。嫁进来20年，连个像样的儿子都没教出来，除了花我儿子的钱，还会干什么？赶紧签字走人，别耽误我们家娶新媳妇儿。他忘了那600万，忘了我喝了10顿酒才拿到的大单，他更不知道他那些核心客户认的根本不是他顾氏集团的招牌。行，痛快，算你识相。对了，和田，你说公司以后要走直播路线，靠流量吃饭，那祝你好运。哼。之余，想开点儿。顾总这事儿做的是真不地道，那个小网红我看了，一脸的硅胶味儿，哪能跟你比？就是，男人啊，都一个德行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之余，你要是缺钱，跟姐们说一声，别硬撑。我那儿有套空着的房子，你要是不嫌弃。操劳了20年，我也累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先歇歇。那也好，休息休息，调整心态最重要。之余，留步吧。这137个核心节点，每一个都是顾氏集团的客户、供应商或者关键人物。顾明成，你拿走的只是一具空壳。王总，好久不见。不行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顾总为什么要把和田带到这里？王局，王局你好帅哦！你要是把项目给我们顾氏，我明天就在直播间给你好好宣传一波，保准给您涨粉几百万。顾总，王局，怎么了？你们公司现在就是这种企业文化？王局，您别误会，他不太懂规矩。不太懂规矩，把扶持项目当直播间喊卖炒作的筹码，这叫不太懂规矩。顾总，你好自为之。哼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
王局，王局，您等等！顾总，李总的电话。李总，老哥，上次那批原材料的事儿，顾明成，你让你那个品牌总监跟我说，你搞清楚谁是甲方。李总，误会，他不懂事儿。我跟你合作10年，你老婆在时候逢年过节都是亲自上门送礼，现在你让一个直播网红来教训我，老哥，我这就让他给你道歉。不用了，法务部的通知已经发了，下季度原材料报价上浮20%，爱用不用。顾总，法务那边还收到3份解约函。谁？东辰集团、华瑞地产还有盛达3个核心客户同一天发来的，理由都一样，顾氏内部管理混乱，品牌形象严重受损，无法再代表我方高端定位。3个，同一天？同一天。不可能同一天，有人在搞我！顾总，市里来了正式通知，扶持项目因合作方资质有待重新评估，被无限期叫停。把高管全给我叫来！一群废物，全是废物！妈，第一阶段效果不错。爸，我考上了。你个丫头，再怎么厉害，最后都得嫁人。你别读书了，过2天我樊局那边正好有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你可以跟着过去认识认识。对呀，要我说，女孩子还是赶快嫁了，你那彩礼钱就给你哥哥拿来当创业金。我女儿靠自己取得这好成绩，你们一个两个拦着她往上走，分明就是看不惯周周比顾潇强。不管你们怎么反对，我一定会把周周送到国外读书。我的儿子顾潇已经被养废，如今我的女儿好不容易能往上走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成为她的绊脚石。顾氏的资金链已经出现缺口了，王局那个项目一停，他们下半年的现金流至少缩水40%。你导师怎么说？他说我的期末课题案例很典型。什么题目？论家族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与突然崩塌，活生生的教科书级案例，就差没写顾氏集团4个字了。别急，这点缺口他还撑得住。打开我给你加密邮件里那个叫家庭相册的文件夹，当初顾明成什么也不懂，把一堆周巴巴的票据和合同复印件甩在我面前，说我天天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让我把这些报销单和文件整理了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在整理的时候发现一堆偷税漏税的虚假文件。妈，你防了他20年，还得多亏你外公当年有远见，你在那边也要回来了，正好那份公证过的文件也要到期了。周周，记住永远不要把刀柄递到别人手里。那现在收网吗？不急，鱼还没养肥，等他自己把伤口撕得再大一点。什么？这个颜色的铂金包要配货，还要等3个月？你怎么办事的？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拿到。原来那些围着我顾执掌、顾总短的生意伙伴，他们看中的从来不是我顾明成的商业手腕，他们看中的是他，是陈之宇。行啊，陈之宇，你还跟我耍上脾气了。喂，之宇，闹够了吧？老李他们最近不肯见我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捣鬼？行了，只要你回来把这几个客户安抚好，和田那边我会处理。顾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。顾总，您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离婚那天您亲口说的，我只是个什么都不会，只会花钱的家庭主妇。
您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江山，怎么会需要一个废人来救呢？陈志宇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没有顾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顾明成，好好享受你白手起家的福地吧。家人们，看看我老公送的全球限量20个，这就是嫁对人的底气。你能不能消停2天？干嘛呀？我正录视频呢。录什么录？公司都快黄了，你还在这炫包？黄不黄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又不管经营。王局的项目黄了，3个大客户全跑了，供应商涨价20%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不是你的问题吗？当初你说让我当品牌总监，负责直播转型，我在做我的工作，你凭什么骂我？甜甜，我不是骂你，我是说最近别高调了，收着点儿。你让我收着？当初追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甜甜，你就是我的幸运星，有了你，顾氏一定能转型成功。你现在生意不行了就怪我，那你找你前妻去啊。120万，谁能想到退货率那么高啊？不行，这笔账不能让明成知道。小赵，上次帮我做的那几笔账，能不能再改改？何姐放心，我都处理好了，走的是市场推广费的科目，谁也查不出来。你确定？您是顾总的人，谁敢查您？补上就行，等下个月直播分成到了就补上。明成，你喝点水。老李那边彻底谈崩了，10年的合作伙伴说翻脸就翻脸。那要不我去跟他道个歉？你去，你上次跟他说了句你搞清楚谁是甲方，人家差点当场掀桌子。我那不是帮你说话吗？帮我？你帮的哪门子忙？客户跑了，项目停了，供应商涨价了，你除了花钱和惹事儿，还会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为了你……行了，别在这演，我烦。对了，公司的账你最近别碰了，财务那边在查账。查什么账？例行审计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他们应该查不到我拿公司的钱去买包包的流水记录。老婆，是我。怎么了？加班啊？你跟志宇说一声，和田那边我查到东西了。志宇，老张那边有消息了。和田走的是推广费科目，买通了一个叫小赵的会计，120万全砸进水军和刷单了。伪造公章了吗？老张说有3笔走的是总经理审批章，但和田没有这个权限，他让小赵私刻了一个。私刻公章、伪造审批、挪用公款，3条够了，现在就动手？不急，这颗雷让他自己踩。他性子急，捂不住的，等他自己慌了，那时候再炸，效果最好。那老张那边，让他该怎么查怎么查，但结果先压着，等我的信号。志宇，你这心眼子跟他们比差远了，毕竟我不过是个只会喝茶打牌的家庭主妇。各位，今天没有旁人，说说心里话。别提了，我们家老王最近为了城东那块地愁得头发都白了，
天天半夜在书房打电话，饭也吃不下。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你懂什么？别添乱。”男人都一个德行，我那位也是，跟小三儿在外面买豪宅，精装修带车位，回头跟我说什么银行信贷收紧，让我这个月零花钱省着点花。这也太过分了！你们这都算好的，他直接把公司财务交给他弟弟管了，防我跟防贼一样。我算什么？生孩子的保姆吗？这也太过分了！我那位更绝，把房产全转到他妈名下，说是避税。跟我一样，我连自己住的房子产权证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非要等男人施舍家用？他们以为我们在喝茶聊天，打听谁家买了新珠宝，谁家老公又换了小情人。他们忘了，他们晚上在枕边接的每一个电话，喝醉后对我们吹嘘的每一句底牌，甚至他们公司资金链的缺口，拿地的底价，全都在我们这些无知妇孺的耳朵里。王太太城东那块地，你老公天天愁。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愁。那块地之所以批不下来，是因为有人举报地下可能埋着前朝的古墓，上面压着不敢动。古墓？这我怎么没听他提过？他当然不会跟你提。周太太，你先生上周是不是还跟你抱怨说局里专家鉴定过，那地方什么都没有，纯属恶意举报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先生说的原话是，证据确凿就是没有古墓，但没人敢拍板签字，对吗？李太太，你娘家弟弟的公司不是正好在做土方工程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赵太那边的鉴定结果能出来，地就能批，地批了就需要土方工程，我弟弟的公司就能接这个活儿。而且我先生一直在等一个有人牵头的契机。对，这些你们听过就忘的丈夫随口抱怨的废话，串联起来就是一条清晰的可怕的商业信息链，一条足以让你娘家弟弟净赚几千万的康庄大道。我提议成立一个知语会，不是喝茶打牌，是共享我们枕边风里吹出来的情报。各位在座的，谁家没点实业，谁家没几个要扶持的娘家亲戚，与其把钱白白便宜了外面的人，不如我们自己赚。我加入。算我一个。还有我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是彼此的后盾。爸，这是你留给我和周周最坚硬的铠甲。顾明成，你以为赶走我，公司就是你的了？你拼死拼活干了20年，不过是在给我女儿打工。这35%的股份，就是悬在你脖子上的铡刀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看见我手里的宝贝了吗？顾氏集团总裁夫人，今天给你们送福利了！这是我们奋斗了一辈子的品牌，他把顾氏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他的直播间了。原价3000的礼盒，不要1998，不要1298，只要998，998带回家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！哇，家人们太给力了，爱你们！顾总，这在线人数不太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刚看了后台，互动率只有 0.3， 正常直播间在线10万人，互动率至少5%以上，这数据多半是刷的。至于你得看看这个，这活蹦乱跳的劲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菜市场的 T 台秀呢。明成的眼光真是越来越接地气了。他不是喜欢流量吗？送他一场泼天的富贵。王太，你娘家侄儿不是在教育局管海外学历认证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查查他。
何姐，你看微博。英国海归硕士，哈哈哈，是花钱买的野鸡大学吧？这是造谣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笑死！刚还在吹自己是金融硕士，结果连 K 线图都看不懂。楼上的，你懂什么？这叫为国接盘。这脸一看就是科技与狠活啊！顾总这口味，顾氏60年的招牌毁了。我的号怎么了？放开我的号！顾少，今天手气不行啊，再来一把。拿什么来？你的筹码可是一颗都没了。我明天让我爸转钱过来。你爸？你爸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，你还指望他？不过嘛，咱们也不是不通人情。500万，9出13归，1个月为期，到期连本带利还清，签了。今天的账一笔勾销，咱们接着玩。500万？怎么，顾氏集团的大少爷500万都拿不出来？人家可是开保时捷的，就是500万毛毛雨啦。痛快！继续。不可能，这牌不对。顾少，连本带利800万。800万？刚才不是说500万？9出13归，你签字的时候没看明白？1个月800万，还不上。左手还是右手，你自己选。喂，妈，救救我！我欠了800万，他们要砍我的手，你快帮我还钱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妈，你说句话，求你了。顾潇，妈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不是顾家的人？妈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奶奶不是天天说你是顾家的根，是顾家的未来？去找你那个白手起家的好父亲，找你那个神通广大的好奶奶，看看他们兜不兜得住你这个未来。顾兄，还钱！吃喝嫖赌样样行，坑蒙拐骗第1名。你爹顾明成也不是好东西。妈，你救救我！他们说800万，再不还钱就要砍我2根手指头。我不想死啊，妈！笑，爸。你帮帮我，你有钱的。滚！我没有你这个废物儿子。明成，笑笑，老张，这么早？顾总，何总监
利用职务之便，伪造公章，挪用公司账面资金120万。这是他直播带货亏空的窟窿，现在他人联系不上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从3月开始，断断续续，我们部门3天前才拼齐证据。顾总，这已经构成职务侵占。如果今天下班前这笔钱补不上，我们只能让执法人员处理。顾氏的股价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了。我知道了，下班前来不及了。3000万，能跑就跑。汇款处理中，请稍后。汇款成功。顾明成，没事，有了这笔钱，你还能从头再来。知宇，3000万已经转出去了，什么时候？刚刚下午3点17分，经过香港、新加坡，最后到开曼。知宇，你料得真准，顾明成那只老狐狸果然狗急跳墙了。法人是谁？和田的母亲，一个在乡下种地，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老太太。她还挺会留后路。他以为走地下钱庄就万无一失，但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这笔钱接手的其中一家海外中间行，正好在我先生的监管原线之内。现在这笔钱已经因为涉嫌恶意转移资产及职务侵占，被申请了国际金融冻结。辛苦各位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好多年。至于你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账。妈，周周，他把底裤都输光了，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亲手扯了下来，鱼已经死死咬住了钩。回来吧。知道了，妈。我这就订最近一班飞回国的机票，明天上午9点，顾氏集团的董事会，我会准时出席。是时候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了。各位股东，公司只是暂时遇到困难，暂时，3个核心客户跑了，政府项目黄了，供应商涨价了，这叫暂时。顾总，我建议您先把那个何总监开了。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我是品牌总监。何总监，您现在涉嫌挪用公款，请配合调查。放屁！我没有！明成，救我！好戏才刚开始，通知那边可以了。顾少，你发什么疯？谁让你回来的？滚出去！各位董事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周女士。根据顾老先生的遗嘱，以及20年前签署经过3方公证的股权吐资与继承协议，她是顾氏集团35%原始股份的唯一合法继承。换言之，她是公司的绝对控股大股东。不可能！什么35？什么继承？你哪来的股权？顾总，20年前您亲笔签署的反吸食条款，无论您后续如何融资增发重组，这35%永远不会被稀释。你个死丫头，敢来这儿撒野！和田，野鸡大学的贾文平，3年前涉嫌网络低俗直播，上周3伪造公章挪用公款120万，用于直播刷单。财务部的联名举报信和银行流水都在这儿，楼下的执法人员在等你。明成，救我！滚！你打我！顾明成，
成，是你让我去当品牌总监的顾明成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跟你拼了！反了你了！一个丫头片子，也敢来抢你哥的家产！顾家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个赔钱货来分？当年我的奖状被扔在地上，你说的那些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不配上桌吃饭。早知道是个丫头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妈进门的话，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如果不是妈妈的全心爱护，你这个老太婆早就把我当成商品卖掉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说什么？老板，我求你了，再宽限我2天，再宽限我2天，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，800万。奶奶，这就是您引以为傲的顾家的未来接班人。他的大学文凭是爸花300万买，他所谓的创业公司就是个洗钱的空壳。现在他欠800万，人家正满世界找他，说要他一条腿呢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叫医生！脑梗，立刻送医院！顾总，作为持有35%股份的绝对控股股东，我现在正式提议罢免顾明成现任 CEO 的职务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挪用公款、恶意转移资产，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，任何一条都足以让董事会启动罢免程序。各位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我同意，顾总，我跟了你20年，但这一次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我也同意，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表决通过，拟定公告，今天下午3点之前对外发布。明白。顾总，不，应该叫顾先生了。请您在今天下班前清空办公室。等等。顾明成，20年前我爸临终前问我，之余，你会后悔吗？我说不会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好好经营这家公司，我相信你会善待我们的女儿，我相信你会记得，这35%的股份是我爸用命换来的。诗雨，闭嘴！你没有资格叫我的名字。你知道我这2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看着你把我爸的心血一点一点糟蹋，要不是我爸有远见，为我准备了那份协议，恐怕我和女儿早就没有活路可以走。我看着你把那个小三儿带进我的家，我看着你妈当着我女儿的面说女孩子不配上桌吃饭。顾明成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走吧，周周。顾先生，欢迎来到地狱。不行，我得跑。去你的顾明成！和田啊和田，你以为嫁给有钱人就能一辈子高枕无忧了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家属，不是，我妈怎么样了？脑梗，大面积的，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左侧肢体偏瘫，语言功能受损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老太太以后可能说不了话，左手左脚也动不了了，做好心理准备吧。
志宇，志宇，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放开。妈，我来看您了。您是不是想骂我？想骂我扫把星，还是想骂我克夫，或者是想骂我教不好儿子？妈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算算账。20年前，我爸拿出600万救了顾家，那时候顾明成的公司快倒闭了，是我爸的钱救了他。您还记得吗？我嫁进顾家的第1天，您就给我脸色看，说我是来攀高枝的，说我配不上您儿子。你就是来攀高枝的，配不上我儿子。可您忘了，没有我爸的600万，您儿子连饭都吃不上。这20年，我在顾家洗衣做饭，伺候公婆，打理公司，应酬客户，我做牛做马，您一句好话都没有。我女儿考了全市第1，您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？我女儿拿了奖状回来，您扔在地上让她去给顾晓倒水。现在您的宝贝孙子欠了800万高利贷，您的宝贝儿子被罢免了 CEO， 未来还要坐牢。而我女儿，她现在是顾氏集团的绝对控股股东。妈，好好养病，您还得活着，看着顾家怎么一步一步毁的。妈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笼包，进来吧。妈，你今天去医院了？见到他了。周周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一直以为，只要我足够努力、足够好，他们就会接纳我们。我错了。妈，有些人，你对他再好，他也不会感激你，因为在他们心里，你的好是应该的。周周，妈妈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不是帮你爸打下这片江山，是生了你。妈，你要记住，人要靠自己，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。我记住了，妈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那些人要我的命，妈！叫我什么？妈，我不是你妈。我错了，陈阿姨，求您了。顾潇，你还记得10年前周周生日那天吗？他考了全市第1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你奶奶不让他上桌，让他站在旁边给你倒水。你当时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女孩子就该伺候男人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去西北化工厂待3年。化工厂？对，顾氏在西北有个化工厂，条件很艰苦。你去那儿从最底层做起，如果你能坚持3年，我会考虑帮你还那800万。3年？如果我不去呢？那你就等着被人砍掉一条腿吧。顾明成，恶意转移公司资产3000万，涉嫌职务侵占，包庇和田挪用公款120万。
虚假报税、偷税漏税，累计金额800万，这些你都承认吗？我认。签字。带下去。顾总，董事会的各位都到了。让他们等5分钟。好的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一个19岁的小姑娘能管好这么大一家公司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我能，并且只有我。我有能力，也有决心把这家公司带出泥潭。如果你们信我，就跟着我干；如果不信，现在就可以卖掉手里的股份，走人。顾总，我信你。我也信，我也信，我也信。很好。那从今天开始，顾氏集团进入战时状态。来，姐妹们，为知雨干一杯！这一仗打得漂亮。是啊，顾明成那个王八蛋终于得到报应了。谢谢大家。这些年多亏了你们。说什么呢？应该的，我们是姐妹。你们说，我这20年值得吗？知雨，你看看周周，你把他培养的这么优秀，这就是最大的价值。是啊，至少我没有白白牺牲。对了，知雨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是啊，顾氏现在是周周在管，你总算可以歇歇了吧？我想去旅行。这20年，我一直在为别人活，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好，那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对，姐妹团出游。好。周周，你来了，你最近都挺好的。顾先生，我来告诉你，和田在出逃之后没多久，因为超速驾驶出车祸没了。恶有恶报，顾先生，你这些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和妈妈，你如今这番结局是你应得的报应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来看你。周周，爸爸错了，爸爸错了。妈，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吗？不用。你现在是顾氏的 CEO， 公司离不开你。妈妈就是去散散心，很快就回来。那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的，周周，妈妈为你骄傲。妈，好了，别哭。妈妈走了。顾总，新的投资协议签好了。通知下去，下周1召开全体员工大会。好的。妈，你放心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
周周，妈妈到了，这里很美。